夜色降临，洛杉矶的街道依然车水马龙，霓虹反射在破旧的挡风玻璃上。金凯瑞坐在自己的老车里，前座摆着那张皱褶的1000万美元支票。这一夜，他又在思考，我是不是真的疯了？车外的风带着沙尘，吹过他满是疲惫的脸。后座上是散乱的剧本，吃剩的素食纸袋。他刚从一次试镜回来，又一次失败。导演甚至没等他讲完，就摇了摇头。那张支票被他拿在手里，月光照在上面，闪着淡淡的荧光。3年内，我要让它兑现。这句话他已经对自己说了无数次，但当现实的压力一层层涌上来时，信念开始松动。几个夜晚，他甚至想撕掉那张支票。在寒风中，他对着空气低声问自己，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街边的电影院正播放着别的演员主演的喜剧，观众笑得开怀。他静静看着那个海报，心里泛起一阵苦涩。可奇怪的是，第二天早上，他又会重新振作起来。他会站在镜子前，练习微笑，练习表情，练习每一个反应，即使没人看见，他也要像成功一样去生活。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，他对自己说，如果宇宙真在听，那我不能说自己放弃。他继续驾着那辆老车上山，在山顶看着整个洛杉矶的城市灯光。风从山谷里吹来，他闭上眼，仿佛能听见那些光在对他说话。几个月过去，他仍然一无所获。但有一天，电话响了，那是一个新的试镜邀约。这一次，他决定用最放松的自己去表演。他不再焦虑，不再害怕被拒绝。他笑着走进摄影棚，带着那种我已经成功的能量。就在那场试镜之后，他的人生开始了转动。1年后，《阿呆与阿瓜》上映，观众爆笑，票房冲破预期。当片酬寄到他手上时，金额正好是1000万美元。他没有流泪，也没有狂喜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张真正的支票，想起自己在山顶对着夜空许下的愿望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吸引力法则并不是魔法，它是一种新的频率。你相信什么，就会向宇宙发出那个频率。你怀疑什么，宇宙也会如实回应。从那之后，他开始更深地理解共振的概念。这就是能量共振法则。宇宙中的万物都在震动，人也是。当你充满感恩、专注、相信时，你的频率就会与你渴望的事物相匹配，就像2只音叉。当你敲响其中一只，另一只会在不被触碰的情况下同步震动，那是共鸣。生活中也是如此，当你散发出丰盛的频率，世界就会开始回应你同样的丰盛。我们都以为相信只是心理层面的事，但其实它是一种行动。当你真心相信时，你会开始采取行动。就像金凯瑞那样，他每天不只是想象成功，而是用那份信念去练习，去试镜，去面对拒绝。他没有等待机会，他成为了机会本身。有一晚，他回到山顶，城市的灯还依旧。他想起那段贫困的岁月，在夜风中微微一笑。那不是胜利的笑，而是一种理解的笑。因为他知道，吸引力法则从来不只是想要，而是成为。当你成为那个状态时，世界会自然地与你对齐。想要被爱，就先成为散发爱的人；想要成功，就先活成值得成功的人；想要被理解，就先试着去理解他人。这就是能量共振的起点，不是追逐外在的改变，而是调整内在的震动。有时候你会怀疑，为什么我已经努力了，相信了，但还没有结果。宇宙的回应从不缺席，只是它的节奏不总是立刻显现。它在暗处安排着所有的线条，等待你准备好去接受。金凯瑞后来说过一句话，你不能只是坐着冥想，想着一台车，然后它就会出现在你家门前。你要去努力，要去工作，要去相信，但最重要的是要感觉到你已经拥有它。这句话就是吸引力法则的核心，不是等待奇迹，而是成为奇迹。或许你现在也正经历一段低谷，无论是工作、爱情或人生方向，但请记得，宇宙不会浪费任何一次失望，每一次失败都在帮你校准频率，让你更接近那个真正属于你的结果。如果此刻你感觉孤单，请对自己说，这不是结束，这是准备。就像那个夜里坐在车里的金凯瑞，他也不知道未来会在哪里等他，但他选择了相信，选择了散发一种我已经准备好了的能量。当你开始相信，宇宙就会开始回应。也许不是马上，但当那一刻来临时，你会突然发现，所有的等待都在为这个答案铺路。请记得，吸引力法则不是让你逃避现实，而是让你重新定义现实。当你的心开始共鸣，世界会悄悄地为你让路。
就像阴差共振，就像黎明前的那一缕微光。当你相信，那束光就会出现。这是心流时刻 AI 幻影秀。如果你也在追寻属于自己的奇迹，请记得，宇宙从不会辜负那些愿意相信的人。喜欢这集内容，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感受，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下个心流时刻再相遇。